我和安藤拓也结婚第7年，终于怀上了我们的第1个孩子。我满心欢喜地把孕检报告递给他，他却皱着眉说：“这孩子是谁的？”我愣了一瞬，答道：“当然是你的啊。我们结婚7年都没孩子，我出差2个月你就怀上了，这种谎话谁会信？”听到这句话的瞬间，我的心彻底冻结了。孩子已经2个月了。说实话，我也觉得时间点有些凑巧。婆婆冷笑一声：“难怪你总大晚上往外跑，原来是去见别的男人了吧？”可我只是工作到很晚而已。对这对母子的指控，我又气又委屈，眼泪忍不住涌了上来。最后，我对拓也说：“不信的话，我们去做亲子鉴定。”我对他彻底失望，当天就去做了检测，回了娘家。结果要3天后才能出来。我和拓也约定，到时候一起去医院看结果。如果孩子是他的，他要跪下向我道歉；如果不是，我们就离婚，我净身出户。那3天里，拓也没有任何联系。我被愤怒和悲伤包裹着，对妈妈说：“结果出来就打掉孩子，离婚。”妈妈劝我：“拓也心里是真的爱你。之前没孩子，他从没抱怨过，现在突然有了，他不安也是难免的。等明天结果出来，拓也肯定得狠狠抽自己一耳光。”妈妈说的没错，拓也虽然脾气有点暴躁，但确实是真心待我。我相信了妈妈的话，决定再给拓也一次机会。看结果的那天，我睡过了头，正准备出门时，门铃响了。开门一看，拓也站在门口。我以为他看过结果，是来道歉的。拓也，结果你看了吗？我从来没有。话没说完，拓也就狠狠扇了我一耳光。他力气极大，这一击让我眼前一黑，嘴角渗出血来，耳朵嗡嗡作响。我抬起头，难以置信地望着他。拓也，你疯了吗？啪！又是一记耳光。我踉跄着后退几步，差点摔倒，撞在桌子上，响声传遍了整个屋子。听到动静，卧室里的妈妈立刻冲了出来。她一边尖叫，一边把我扶起来。拓也，你为什么打他？他活该被打。拓也眼睛通红，抓起桌上的纸巾盒朝我扔来。菅元瑶，你这个贱人，出轨就算了，还想让我养别人的孩子？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！我和妈妈赶紧躲开飞来的纸巾盒。拓也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鉴定结果说孩子不是他的？我从来没和别的男人有过关系，一定是哪里弄错了。我急忙辩解。弄错？安藤拓也咬牙切齿地掏出手机，把屏幕对到我面前，证据都在这，还敢说弄错？我捡起拓也的手机，看清了屏幕内容，上面是他和山田海斗妻子的聊天记录。海斗是拓也的大学同学，我和他妻子也见过几次，算得上是朋友。聊天记录里，他告诉拓也，瑶和海斗有一腿。一开始拓也并不相信，但他发了一张照片后，他的态度彻底变了。那是一张内衣的照片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那是拓也出差前一晚我穿的那件。我立刻意识到是误会，慌忙解释：“拓也，这不是我的。”可我的话只让拓也更加愤怒。他抢过我的手机，操作了几下，然后揪住我的头发，把手机按到我眼前。“你看清楚，不是你的是谁的？”屏幕上是另一张照片，内衣的一侧绣着“拓也专用”4个字。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脸色惨白。不可能啊！我给你看过之后就扔垃圾桶了，怎么会？突然，我想起了一件事，婆婆总爱偷偷穿我的衣服。有一次我下班早，撞见她光着身子在我的衣柜前挑衣服。我质问她时，她却说自己走错了房间。她走后，我在地上发现了我的蕾丝内裤。难道那天穿这件内衣的是她？我抬起头，对拓也说：“我知道了，穿这件衣服的是你妈妈。”别胡说八道！拓也暴怒，一脚踹在我的腿上：“你敢侮辱谁？我妈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”我被踹得跪倒在地。他扬起手，一遍又一遍地扇我的脸。妈妈在一旁急得团团转，拉着他的胳膊哀求：“拓也，
别打了，一定是误会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说。闭嘴！拓也粗暴地把妈妈推倒在地，妈妈直直摔在地上。妈！我焦急地大喊，拓也，你真的疯了！我妈腰不好，你要是伤了她，我爸绝不会饶了你。我爸爸是警察，拓也明明知道，可他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完全失去了理智。你妈养出你这种贱人，也好不到哪去，说不定你爸还得谢谢我教训他呢。这时，家门口已经围了不少邻居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听说监员家的女儿出轨了。不可能吧，监员人那么老实，怎么会养出这种女儿？邻居们议论纷纷，也有人看不过去出面劝说。有话好好说，她还怀着孕呢，动手打女人，算什么男人？拓也瞪着那人，冷冷地说，要是你老婆出轨，你也会动手。他辱骂了那人一顿，又对着人群吼道，我在处理家事，就算警察来了，也不过是家庭暴力。谁敢报警？等我收拾完这里，就去你家找你。这话让围观的人一下子都散开了。瑶，出轨我尚且能忍，你想让我养你和那个野种的孩子，是把我当傻子耍吗？拓也死死盯着我的肚子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拓也，他像一头野兽，眼里满是杀意。我本能地护住肚子，轻声哀求，求你了，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背叛你。要是你实在不信，就打电话给海斗，问问那件内衣是谁的。他冷笑一声，还叫得这么亲热，是在指望海斗救你？可惜啊，他老婆已经带了10几个人去抓他了，他自身都难保。拓也找出了他爸爸收藏的鞭子，从墙上取下来，握在手里。你和海斗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他逼问道。我摇着头，真的没有这回事。还在撒谎。他扬起了鞭子，我吓得闭上眼睛，尖叫出声。鞭子重重落下，传来击打肉体的声响，可我却没感觉到痛。睁开眼，妈妈正挡在我身前，那一鞭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妈妈身上，可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，只是定定地看着拓也。拓也，你真的误会瑶了，别打她了，我们坐下来谈谈吧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最后悔的是当初没早点打她。看到孕检报告的时候，我就该扇她。你这个老太婆根本护不住自己的女儿，平时就知道让我让着她，怎么不教她做人的本分？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把你们俩一起收拾了。拓也再次扬起了鞭子。妈妈怕我受伤，紧紧抱住我，硬生生承受了这一鞭。听到她的惨叫声，我的心像被紧紧攥住一样疼。为了保护妈妈，我放下尊严，在绝望中哀求拓也，别打了。拓也，求你了，别再打了。我真的没和别的男人有关系，求你想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，别再打我妈了。妈妈已经快要撑不住了。可无论我怎么哀求，拓也都没有停手的意思。你也配提我们的夫妻情分？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对你的吗？没孩子，我从没给过你压力，我妈逼我离婚，我也一直拒绝。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每一次鞭子落下，我都能感觉到妈妈的力气在一点点流失。终于，拓也停了手，可妈妈已经像一滩软面条似的倒了下去。我伸手去碰她的后背，掌心瞬间沾满了鲜血。妈，妈，醒醒！你醒醒啊！无论我怎么喊，妈妈都一直昏迷不醒。看到妈妈的样子，拓也慌了神，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，确认还有呼吸后，他才松了口气。他把妈妈抱到沙发上躺下，我看向桌上的包，赶紧跑过去拿出手机，想打急救电话。可拓也看到后，立刻冲过来抢走了我的手机。你想给谁打电话？难道是给海斗？他现在可没工夫救你。我急得大喊，我要打急救电话，我妈昏迷了，必须送医院，不准打。拓也举起手机，狠狠砸在地上，手机瞬间摔得粉碎。你肯定是想给你的野男人打电话。拓也，你彻底疯了。愤怒和恐惧让我泪流满面，我用尽全身力气扇了他一耳光。这一巴掌
彻底激怒了拓野。你敢打我？找死！他抬起脚就要踹我的肚子，我赶紧护住腹部，他的脚重重踹在了我的手上。这个动作让拓野彻底失控了。你居然护着这个野种！我这么爱你，你却拼死保护别人的孩子。拓野不停地踹我的手，我的手几乎要被打断了。别打了，别再打了！外面有邻居喊话，再这么闹下去要出大事的。可拓也抓起桌上的烟灰缸，朝那个人扔了过去。多管闲事的混蛋！住在这里的大多是老人，看到拓野如此凶暴，都吓得跑开了。拓野转过身，继续对我拳打脚踢。瑶，出轨谁不好，偏偏是海斗。你不知道我有多恨他吗？大家都说拓野和海斗是大学好友，可大学时海斗经常欺负拓野，让拓野替他买饭却不给钱，到处散播拓野的坏话。期末考试时关掉拓野的闹钟，让他迟到，甚至整篇抄袭拓野的毕业论文。更过分的是，他还总自称拓野的爸爸。拓野小时候就没了父亲，一直很忌讳这个称呼。他提醒过海斗很多次，可海斗从来没改过。两人在毕业那天大打了一场。没人想到，毕业3年后，海斗竟然成了拓野的上司。为了保住工作，拓野不得不对他低头顺从，在公司里一直活得小心翼翼。所以我能理解他现在的心情。可我不能理解的是，他既然这么恨海斗，为什么不找海斗算账，反而要打我？就因为海斗是男人吗？那一刻，我终于看清了这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人的真面目，也明白了爸爸为什么总说拓野很危险，他就是个只会欺负弱者的懦夫。剧痛把我拉回现实，我的手已经快撑不住了。我盯着拓野问道：拓野，就算这个孩子是你的，你这样杀了他，不会后悔吗？拓野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这孩子不可能是我的。4年前我就检查过，精子活力极低，根本不可能有孩子。你检查过？这么多年来没能怀上孩子，对我和他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。婆婆每天盯着我的肚子，逼我喝用蟑螂、蜈蚣熬的奇怪中药。有一次，我喝了之后食物中毒，差点丢了性命。可拓也从来没告诉过我，他有精子方面的问题。他明明知道自己才是不能生育的原因，却眼睁睁看着婆婆对我百般折磨。那些爱我的话全都是谎言。我的心彻底碎了，所有的希望都化为泡影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松开了护着肚子的手，拓也毫无顾忌地踹向了我的腹部。一阵剧痛袭来，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从下身流出。就在这时，拓也的手机响了。他接起电话，是鉴定中心打来的。安藤先生，结果出来了，姚小姐怀的孩子确实是您的。